你是谁？我没有你这不检点的女儿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季家的财产一分钱你也得不到。爸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爸，看来姐姐是喝断片了，根本不记得自己去会所找南宫关的事情了。您就别怪她了。南宫关？南宫关？啊，许晨，我以为那是你呢。你竟然拿我和那种人比！你现在真让我恶心，我真是爱错你了。许晨！我说过，季家的财产和旭晨哥都只能是我的。是你干的？宝贝，妈妈从来都不后悔把你带到世界上来，但是以后妈妈不在了，你就是一个人了。4年前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唯一的亲人，妈妈一定会帮你找到他的。对不起，是你！我，你给我站住！还真是你啊！真让我找着你了！滚！找我？装不认识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好好提醒提醒你。4年前，207房间。别说4年前，就是4天前，我都不认识你。你想赖账是吗？就你身上这个纹身已经被我认出来了。保安，谁都能放进来吗？这里的人是吃闲饭的吗？你还叫保安？要不是4年前你睡了老娘，老娘才懒得找你呢。拿开你的脏手！4年前是谁叫你设计我的？我设计你这只鸭？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啊！就凭你？你说谁是鸭？我说的就是你！你就是只伺候人的鸭，你有什么好拽的？我看你是想鸭想疯了吧？我现在就满足你。Can I fall in love again? Maybe you're the one I needed. 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呀？扔出去，好好展示一下。肖总，用不用把他赶出江城？查一下，他是谁派来的？是。妈咪，快看，你被新公司录取了！真的啊，小鸭子！没有小鸭子，小山看错了。小山回去睡觉吧，妈妈收拾收拾，明天要去上班呢。
加油！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一定要挣更多的钱留给小山，钱可比渣爹管用。看看，肖总来了。肖总早。肖总早，这就是肖尚集团总裁肖尚涵，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滚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种霸道总裁怎么会跟那种职业联系到一起呢？纪诗诗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这种有钱人，你怎么可能有命睡得到啊？清醒一点！肖总，昨天晚上那个女人叫纪诗诗，背景呢很干净，应该和我们的竞争对手没什么关系。太干净了才是最大的问题，而且她5分钟之前刚刚办理了入职手续，在人力资源部做助理。哼，还真是巧啊。纪诗诗，肖总让你去办公室见他。肖总要见我？肖总要见我？是。好。上班第一天就能得到肖总的召见，看来真的不简单啊。肯定是有什么关系。我还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肖总，你好，我是新来的人事助理，我叫纪诗诗，以后请您多多关照。是得多关照啊！把他留下，做我的，把你放眼皮子底下，看你能耍什么花招。贴身助理是。总裁的贴身助理，听说比其他的助理工资高多了。贴身助理当然没问题了，但是肖总，这个工资能不能稍微……工资翻倍。好的好的，肖总，我以后一定为您当牛做马，万死不辞。出去。好的，肖总。怎么还是那么熟悉？怎么还不出去？好的，肖总。肖总，他这是主动投怀送抱啊！盯紧他。是。小山，你告诉妈妈到底怎么了？妈妈，他们说我没有爸爸，是个野孩子。小山，对不起啊，妈妈一定会尽快给你找到爸爸的。但是，小山，万一你的爸爸是个坏蛋怎么办呀？老实说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小山，你说的对，妈妈一定让他变成个合格的爸爸。你输了，怎么样啊？又输了吧？来，喝酒。
干了呀！来，干了。你起来！你谁呀？你闭嘴！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坐电梯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站住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可是我不管他是谁，有多偷拍，钱我会给你的，但今晚他归我了。今晚失陪了。怎么这样啊？哼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人敢对他这样。看来这个女人死定了。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什么好工作找不到？为什么非得自甘堕落呢？不是，你来这种地方找男人，也没好到哪去吧？你还年轻，有手有脚，找什么好工作找不到啊？等你改邪归正了，我还会送你一份惊喜大礼包。我干这个有什么不好的？钱多事儿少，富婆多呀。我也可以给你钱，而且只有我一个，事儿更省。你干不干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帮你开个价吧。1个月1万，一天1万。你狮子大开口也不怕噎死啊？行吧，就这个价，出不起免谈。哎，这个价也不是说没得商量，但是咱们就是找工作都有个试用期呢，对不对？你行不行？我不是得试试才能知道吗？我行不行？你不知道吗？试用期1天250，如果你让我满意，就按你说的。你当我傻？你看啊，我帮你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，到最后还送你一个惊喜大礼包，包你不亏。行吧，250就250，反正原来的人我也玩腻了，正好换个新鲜的。这才对嘛，250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啊？狗富贵。狗富贵，狗富贵。哦，狗富贵。你看看，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拜拜。肖总，他把您当那啥，您干嘛陪他玩啊？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这个不务正业的狗富贵到底在干什么？该不会我一时没盯着，又去干坏事了吧？不行不行。现在这个方案呢，有很多问题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需要我们去解决，去协商。那我的意见是，OK， 继续吧。大家再分别说一下这个封疆项目的设计方案。挂了。那就由我来说一下吧。在干什么？怎么不接电话？小狗呀，答应的事情要做到，不能出尔反尔的。狗富贵，你是不是又重操旧业了？让老娘逮到你，老娘一定剁了你！今天的会议取消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不是，我说你有完没完？我说你有完没完？狗富贵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找工作，好好挣钱呀！你知道吗？你作为男人，以后肩上的担子重着呢。
肖总好。你是不是学过变脸啊？啊？去，把1楼的文件放到办公室。好的，肖总。这不是之前跟苟富贵在一起的富婆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看来肖总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肖总和苟富贵不会真的是同一个人吧？啊！你干嘛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您收，我帮您收。这怎么那么像苟富贵的面具啊？你怎么也有这个啊？你喜欢？放下！不好意思，肖总。你还有事吗？没有了，您忙。出去！哦。肖总怎么会是苟富贵呢？苟富贵，失足男青年。肖总，肖盛集团总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喂，季小姐，你的药好了，尽快来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往后一定要注意啊！医生，刚才出去那人真得了那种病啊？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生活不节制，年年轻轻啊就把身体搞垮了。唉，没事就好。那你干嘛跟你爸说自己不行啊？还不是他天天逼婚。算你狠，为达目的连自己都损啊！这种事儿也不能放明面说啊。到哪儿都戴着这个破面具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苟富贵！不是，你又发什么疯啊？我发疯？我还想问你发的什么疯呢？你得了那种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知不知道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托付给你呢？你要是也活不多久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你还抵赖是吧？我亲眼看到你从男科诊室出来，还能有假？怎么看个男科就是有病啊？这样，你跟我去检查一下，如果你真的有病了，咱们协议作废。验一下不可能，试一下倒可以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苟富贵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苟富贵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是觉得我有病吗？那一会儿试试就知道了。苟富贵，你给我放开！你要是敢传染我，我弄死你！你要是敢传染我，我弄死你！我觉得你还是省省力气吧，一会儿还能好好享受一下。渣男！你要是敢碰我，我就阉了你！
狗富贵，你干什么？你快放开我！你快放开我！反正我已经快死了，正好拉上这个垫背的。不要用你的脏嘴碰我！狗富贵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放开我吧！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我不能得病，更不能传染给他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谁啊？男人。说话算话吗？那你带我去见他。染病了还想见儿子，没门儿！其实骗了你，没有那个人。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再敢无理取闹，别怪我客气。你没病，狗富贵，你没病，故意整我是不是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是你有病。还好狗富贵没病，终于可以给小山一个健康的爸爸啦。肖总，有什么指示啊？上班的时间心不在焉，你很闲吗？不是的，肖总，我只是在思考，应该怎么更好的为您服务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去给我买东城的生煎包，西城的菠萝粥，北城的手工咖啡，南城的翡翠小菜，半个小时以内送到办公室。半个小时？肖总，这么多东西，2个半小时也买不起啊。你现在还有29分钟。你迟到了2分09秒。真没想到啊，大名鼎鼎的肖总竟然这么点格局，就以欺负我这种刚入职的小员工为乐啊！放肆！怎么跟肖总说话呢？你从今天起调进后勤当保洁。好，老娘不干了！老娘不干了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老娘不干了！像你这种喜怒无常、阴晴不定的老板，老娘我不伺候了！赶紧滚！滚就滚！万恶的资本家！从来没人跟肖总这么说话，你是疯了吗？我疯了？我看他才疯了吧！哎，我建议你啊，你早点去看看心理医生吧，有病你赶紧治！肖总，你明知道他是眼线，跟他较什么劲啊？闭嘴！臭垫子也跟我作对！你这是又被赶出来了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个没用的废物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也还是个疯狗啊，到处乱咬人。哼，你是嫉妒旭晨对我好吧？我可告诉你，旭晨是我的，你要再打他的主意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。那坨屎
你自己留着吃吧啊！你什么你？回家吃屎去吧你！当心噎死！季诗诗，我可是抢走了你的一切呀！我要是你，我早就没脸活了。哼，你看什么看？你就不配活着，你就应该去死！就算你生了孩子，也和你一样，不得好死！我让你嘴贱，我让你抢我家产，我让你招我！告诉你，该死的是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遇见，要不然就不是把你的嘴打烂这么简单了。季诗诗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切，你当众打架斗殴，跟我走一趟，走吧。行了，下次别打人了，赶紧联系人，叫人接你回去。谢谢。打人一时爽，打完火葬场喽。找谁亲我呢？苟富贵，我现在在警察局呢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趟？呀，不会是出去偷欢被人民群众举报了吧？我可不许丢人。苟富贵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包养你了，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。走吧，庆祝一下你重新做人。哼，说说吧，为什么打人？季安他当年毁我名声，图我家产，现在他还诅咒我不……反正他就是该打。你知道吗？我4年前我被季安设计赶出季家，我身上我1分钱我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我最惨的时候，我就为了买那奶粉，我一个人打4份工，打4份工。什么奶粉啊？这奶粉就是喝奶粉冲，然后喝那奶粉，那东西它，你太多东西不合理，真的就，你以后，你得对孩子好点儿，不想让孩子受委屈了。什么孩子啊？能不能对孩子好点？季诗诗，季诗诗，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摘了？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小子，一定是我在做梦。苟富贵，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好像梦见我们那老板了。啊？那是噩梦还是春梦啊？去你的！你去哪啊？找工作啊。
我不是刚把那变态老板给炒了吗？变态？对啊，他就是故意整我。吃个早餐那么多事儿，娘们儿唧唧的。他搞不好是个 gay。你说谁是 gay？ 你说谁是 gay？ 我又没说你，你激动什么？明天再说吧，明天咱俩一起去找工作。这现在工作可不太好找啊。确实很难找，我投了300多次简历，一个面试都没有。那可够呛了吧？唉，他们家工资是真的高，也不知道我现在回去还来不来得及。你再试试。试试？我把那老板给骂了，他肯定不能同意。骂老板可是大罪，你这可有麻烦了。唉，当保洁累是累点儿，可那好歹也是萧胜的保洁呀。萧胜啊，这么好的公司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是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你倒是帮我出出主意啊！我现在可怎么办呀？哼，那好办呀，跟老板道歉呀，没准儿老板会重新考虑。让我给那个肖扒皮认错？不可能！对不起，肖总，我上次不应该顶撞您。您那榨取员工、捉弄员工，那都是应该的。您是老板，您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呀。唉，肖总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份工作。以后我保证为您效力，我鞍前马后。就算是当清洁工也可以，我保证，我一定把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全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从今天起，你负责我办公室的保洁，1个月的试用期，看你表现。谢谢肖总。不好意思啊，肖总，我太激动了。滚出去！好嘞，肖总。唉，这周扒皮该不会有洁癖吧？这地板再拖都打滑了。切！唉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逗小猫。很好，逗猫也比逗女人强。接下来好好找工作。你呢？怎么样？回来又把老板教训一番，现在被我摆平了。哼，那你好好干，可别又被开了。我要让他知道员工是怎么摸鱼的。哼。肖总，您请。在里面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把我办公室重新装修了一遍呢。那倒不至于，只不过就是打扫的比较彻底。肖总，您请啊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肖总，我那个，你们在干嘛呢？有事吗？不是，肖总您得洁身自好啊，可别真被他骗了。以后我办公室不敲门，不准进。是，肖总。
看他这副浪荡的样子，是去勾引肖总去了吧？就凭他，肖总一向不近女色，妄想。季诗诗啊，旭晨哥。季诗诗，旭晨哥，就是他之前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。放心，我在呢。诗诗，几年不见，怎么变得这么恶毒了？难道你不想在江城混下去了？几年不见，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是如胶似漆啊，很好。曾经高高在上的季大小姐，怎么现在也干起保洁了？真是活该啊！哼，在这当保洁，真是个下贱货色。保洁怎么了？当保洁啊，正好能好好刷刷你们这张臭嘴。放肆！你个破保洁，在这样无扬威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家旭晨哥跟肖总关系可好了。旭晨哥，我们要让他在江城吃饭都找不到地方。诗诗啊，只要你现在跟安安道个歉，念咱们往日的情分，不会为难你的。看在咱们之前的情分上，只要你现在好好跟安安道个歉，我保证不会为难你的。大堂保安呢？我怎么不记着咱们有什么情分呀？当初不是我眼瞎了才看上的你吗？那就走着瞧，到时候可别跪下来求我！不长眼的狗东西，还不让开！耽误了和萧盛集团的合作，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看门的狗东西，我们也敢来啊！季小姐，请。季诗诗，看到了吗？如果你愿意现在跪下来求我的话，或许还能保住你这个保洁的工作，不然，哼。我们说的是这位季小姐。萧总，这个清洁工是我的人，谁要动他？不是，萧总，这都是误会。萧氏集团什么时候有你做？没有，萧总，我们之前也是不知道诗诗她是您的人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萧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到处勾搭男人，把他留在公司，只会败坏公司的风气，给萧盛集团抹黑啊！谁打的？萧总，这都是误会。萧总，这里面一定有些误会。都是我太太不懂事，您看。那既然不懂事，就该好好教训教训。您说的是。王旭晨，你竟然打我！萧总，您看。萧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4年前就跟一个男公关在乱搞了。让他们滚！萧总，走。
肖总，今天多谢你了。你4年前挺会玩啊，跟谁啊？不是的，肖总，其实4年前的事就是一个误会。离别的男人远一点，再让我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。好的，肖总，我一定守住底线，不让您和肖盛集团陪我一起蒙羞。出去。好的，肖总。这个肖盛寒嘛，倒是又帅又有能力的，他要是小山的爸爸就好了。想什么呢？现在最重要的是给苟富贵找一个正经工作。这个苟富贵，哼！今天和我一起发传单，自食其力，靠本事赚钱。哪个行业不是靠本事赚钱啊？看见那边那些阿姨了吗？她们就是你的客户，快去吧啊！不是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开什么玩笑？你快去啊！把这些放完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快去，快去！不是，快去，快去！这天也太热了。阿姨，您看一下，买保险就找我啊！这天也太热了。哎呦，我说小伙子，你长得这么精神，这么帅，怎么还戴上面具了？哎呀，还干上保险了，你说说。辛苦吧？不然跟大妈回去吧，保准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没错，说得好。咋又戴上了呢？害羞了？哎呦，这孩子，这怎么走了？这孩子怎么走了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回来！你还真是个祸水啊！到哪儿你都能招蜂引蝶的。以后得给你找一个和女人接触少的工作。这个呢，是你今天的包养生活费，多给你50，不用找了。那要不要我尽一下被包养的义务？你无耻！你这到处撩人的职业病能不能改一改？那你包养我图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等你什么时候改邪归正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首先呢，你得先找一个正经工作啊。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我才没有呢！神经病！小山，妈咪去送个文件，一会儿就去接你。知道了，妈咪，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叔叔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装一下我爸爸？有个小朋友说我是野种，还打我，我就推他了一下。老师让我请家长。你妈咪呢？妈咪工作很辛苦，我不想让她操心。好，叔叔帮你搞定他们。我是他爸爸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哟，干嘛还戴着面具呢？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怪不得教出这个坏蛋。我不是坏蛋，是他先打我的，还说我是野种。赶紧给我儿子道歉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连孩子都打，怪不得他像你一样飞扬跋扈。你敢对我这样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现在立刻跟我们道歉。还有你，他是校长儿子，我是校长夫人，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儿子滚出幼儿园。识相的，现在赶紧给我道歉。识相的，立刻给我们道歉，
否则我让你们滚出江城。口气还不小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看最后谁滚。哎呀，苟富贵呀，小山又没有幼儿园上了。哎呀，苟富贵呀，小山又没有幼儿园上了。稳住，考验他的时刻来了，看看小山未来的爸爸到底怎么处理这件事。老公，我和我儿子被欺负了，你赶紧过来。3分钟内，我要让高校长一家滚出江城。哼，逞能能当饭吃啊！现在跪下来还来得及。你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？我们全家人都被你害了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别再有下次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再有人欺负你的话，你就告诉爸爸。爸爸真厉害。好了，麻烦解决了，那爸爸就先走了。爸爸拜拜。看来这苟富贵还有2把刷子，连校长都被他说服了。看来是时候让他们父子相认了。妈咪，小山，刚才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刚才已经有个爸爸帮我出气了。我们走吧。哎呦，小山，没事吧？快起来！眼瞎呀，不能看路啊！小山，快起来！走路不长眼呢。对不起，阿姨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应该赔我钱，撞了我，真的是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明明是你撞的我儿子。你说谁不讲理呀？小破孩儿！小山，敢撞我！你敢打我儿子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哼！快来人呀！没有天理了！哎呦喂，还有天理吗？大庭广众之下，这不是苟富贵媳妇儿吗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他们撞了我，然后他们还要准备打我。哎呦！那是苟富贵的媳妇儿。必须得赔钱，不赔钱不能走。这个女人视财如命，还打孩子。如果做了小山的后妈，一定不会善待她。我不能让小山认苟富贵当爸爸。这些钱，你看看够不够？好吧，算了。哎，对我的考察怎么样？奖赏是什么呀？可以告诉我了吗？哇！你又抽什么风？把我的保养费还给我！你就是个骗子！你有老婆了不早说？什么老婆？还装傻是吧？我在月色酒吧门口都看见了，他来找你。你眼光可真差。是挺差的。有了老婆也不影响你包养我呀。你还真是个渣男呀，枉费我一番苦心。你的苦心是什么呀？嫁给我吗？干什么？哎，你看那儿。好你个苟富贵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你第一名。他也叫苟富贵，让苟富贵叫他的老婆来月色酒吧。你们重名啊？这回明白了吧？所以
你为什么要包养我？小心！啊！在这别动，等我。萧总，别说话。萧总，别说话。萧总，你怎么会在那儿啊？恰巧路过。哦，你认不认识苟富贵啊？没听说过。哦，你这伤是怎么弄的？见义勇为。你可真是个救世主。唉，其实我也……下次不许再逞能。我也不想呀，但是呢，只有他才能……明天不用上班，好好休息。不行，萧总，作为你的保洁，我必须得坚守岗位，我一天都不能倒下。带薪的。萧总万岁！萧氏集团威武！萧氏集团万岁啊！万岁万岁万岁！好好休息吧。躺着吧。哦。在这别动，等我。嗯，肖总，那些人都已经解决了，可您的伤不碍事。哦，喂，还活着吗？没死。你怎么又去那种地方？那些打手是不是都是富婆的老公找人干的？你赶紧收手保平安吧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等你彻底改邪归正，我再告诉你。那就挂了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他们一定就是同一个人。哼，等我回去，我就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，他又见一定伤。萧总，您太辛苦了，喝口水吧。啊，对不起，萧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您看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看够了没有？你是要调戏老板吗？不是的，萧总。那就帮我看看吧。看够了吗？滚开！好的，萧总。我怎么会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呢？真蠢。
上班时间又在这摸鱼偷懒。谁摸鱼？萧总，对不起。今天不用干活了，你给我好好反思反思。哼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办公室那个小清洁季诗诗，肯定关系不一般。不可能吧？肖总高高在上，怎么会喜欢这种小清洁工？刚才是在关心我的伤，真看上我了？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季小姐，请您陪我去一趟艺上造型。今晚呢，要陪肖总去参加生日晚宴。啊？这个也好看，这个可适合你。这个也好看，我觉得这件就挺好看的。这个好看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吓死我了！肖总好。换一件。好的，肖总，马上安排。不用换了，我觉得这件就挺好的，就是有点露。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。给你5分钟，换一件。哦。等我下。哟，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下等人，也配来这种高级的商业宴会啊？哼，还不赶快滚！你说你个小保洁穿成这样，来到这种地方，难不成是想让哪个富商看上你，带你进去？你们倒真是说对了，以我的姿色，今晚肯定进得去。你可真不要脸！哦，看来是被肖总玩腻了，又来这勾引别的男人。诗诗啊，要我说就别逞了，不如求求我，我带你进去。什么声音啊？嗡嗡嗡嗡，是苍蝇吗？这个贱人！我们这次来是求肖总合作的，你可别乱说话，再坏了我好事。我们这次来是找肖总合作的，你可别乱说话，再坏我好事。季诗诗只是走了狗屎运了，竟然被肖总看上。季诗诗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哼！肖总，忘记问了，这是一场什么酒会啊？这只是场普通的酒会，别紧张，跟在我身边就行。肖总身边的人是谁呀？之前可从没见过肖总身边带过女人。对呀，这是哪家的千金，能被肖总挑中？太让人羡慕了，这可是肖胜寒呢，全江城的名媛都想嫁给他。肖总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选我呀？因为找不到别人了。切，堂堂肖总，怎么会找不到女人呢？废话真多。好久没有喝到这么好的酒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酒？
产自苏格兰威尔逊酒庄的芝华士威士忌。看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嘛。肖总，肖总，上次的事实在是抱歉，这次我是专门带着合作项目来的，希望能和您展开合作啊。好啊，这件事由你来定吧。我呢，还真研究过他们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有严重的资金断裂风险。肖总，投资需谨慎哦。肖总，他就是个保洁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能让他来做决定呢？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小事。这个贱人真是小瞧他。嘘。喜欢？这个本来是妈妈去世之前送给我的，后来弄丢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肖总，送你。啊，刚刚你帮我拒绝的客户挽回了巨额损失，这个是给你的奖励。肖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肖总，我真的不能要。别动。肖总，我真的不能要，谢谢老板。我命令你带着。这个季诗诗真是占尽了风头。哼，不过他也嚣张不了多久。哼。过来。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，像我本来肖总，都生长。你身份尊贵，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清洁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，我很感激你，但是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配不上你。我没身份，没地位，还有一个不堪的过去。看来你对4年前的那个男人念念不忘啊。不看过几次？一次，就一次，而且还上了新闻，估计好多人都知道了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改邪归正了就好。我有男朋友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很久了。我看你是误会了吧？我送你项链，是因为你是我公司的员工，我替你出气，也是因为你帮公司解决了麻烦。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？你看我像是那么无脑的人吗？啊！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肖总，我是不是被辞退了呀？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就留我继续在公司，我干什么都行。滚！
机会来了。哼，机会来了。只要你成功拍到照片，这100万就是你的。这个萧胜寒真变态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辞退我。哟，小姐姐，迷路了吗？还是在等谁呢？我男朋友马上就来。你男朋友不是我吗？狗夫，干嘛？救我！还想打电话求救？今儿个你属于我们兄弟俩。走开，离我远点儿！喝了这个，让哥哥看看你的风骚样子。放开我！无耻！哼！狗富贵，快来救我！我告诉你们，我男朋友可不好惹，你们最好赶紧滚开！呵呵，说吧，你到底有几个男朋友？等会儿让你看看谁比较厉害。来吧，让哥们试试。滚！无耻！二手货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放开我！我靠，吓我一跳，谁他妈找死啊？二手货，你装什么清高？我靠，吓我一跳，谁他妈找死啊？狗富贵！其实是，你怎么又被人下药了？你为什么那么蠢？你男朋友呢？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？没有？狗富贵，你是萧总？你是萧总？你的身体和味道，我好熟悉。那就再让你尝一次。我睡了，萧总。醒了？狗富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了，你个王八蛋，趁我被下药了，占我便宜。到底是谁占谁便宜？你昨晚的样子比4年前还大胆。你无耻！我看就是你自己改不了坏毛病，把我当泄欲的工具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这么说，我就找记者来，再曝光你一次。反正我这一辈子都在被你害，你现在又害了我一次。哭什么？搞得老子强奸了你一样。那你明知道我被下药，那你就应该送我去医院呀！你为什么要趁人之危啊？这种事去医院有用吗？小说看多了吧？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改邪归正，天天和富婆混在一起，你太恶心了！你别再扯那些有的没的了。你给我滚！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？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。
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？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。被脏东西给碰了。你说谁是脏东西？肖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肯定不是啊！这身体的感觉越来越熟悉了。你说的是我吗？当然不是你了，肖总。您看您这么干干净净的。晚上带你去个地方。肖总，我必须得去吗？不想失业，就乖乖听话。这是要约会啊，怎么还不放弃？看来他是真的越陷越深了。不如找个人假装男朋友秀秀恩爱，让他死死心。这是凑巧还是……肖总，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在教我做事？那倒也没有。出去。好的，肖总。明明就是同一个人，不然怎么可能会那么巧啊？有了，那就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同时出现。喂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那天都把我轰出来了，还找我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包养协议还在，你还是我的人。什么事？说。现在立刻马上来我公司，我要见到你。他真来了。诗诗，我来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人是不可能会分身术的。诗诗，你可真好看。你第一天发现啊？当然不是第一天了，早发现了。哎，不对，你今天怎么转性了呀？你之前也不这么说话呀。这不是这么多人吗？诗诗，你找我什么事呀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啦，就是想监督一下你有没有又去和富婆乱搞。和富婆乱搞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觉得你说话好有趣啊！我没有跟富婆乱搞，诗诗，你看我，这还差不多。那没什么事，你先走吧。啊，这么快啊？我今天时间很充裕，可以多陪你会儿。苟富贵，你已经不是鸭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之前让你找一份靠谱的工作，你快点儿啊！鸭？好，听你的，那我就先走，然后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随时奉陪，好吧？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什么指示？我带你去见我们老板，
配合一下，走走。肖总，季小姐已经开始怀疑您了。萧林是不是来江城了？是的，肖总。肖总，这个就是我男朋友，我们晚上已经约好了，所以呢就不能陪你了。你说的男朋友就是他？对啊，我们晚上要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呢。你这是大街上找的男朋友吧？吊儿郎当的拉过来骗我的吧？是真的。对，这是我女朋友。怎么，你不相信？那我证明给你看。继续是，你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，你是觉得我喜欢你吗？自作多情。哎，干嘛呢？这是我女朋友，有本事你自己追啊，追上了就是你的了。滚出去！好的，肖总。拜拜，肖总。哇，诗诗，你男朋友原来是高富帅呀，长得真帅，真羡慕。各位美女，就是我们家宝贝的同事吧？以后请多关照啊。嘿嘿，能不能把面具摘了，让我们看看？我们家宝贝，他让我带的，他不希望我抛头露面。还真是热恋中的小情侣呢，还在跟我们秀恩爱呢。那个，他还有事儿，我先把他送回去啊。哎，改天一起出来玩啊！哎，好啊，有诗诗在，我一定奉陪。哎呀，快松开！你戏演的有点过了啊。假装男朋友，这不是得装得像一点吗？要不我升级做你的真男朋友？狗福贵，你正经点儿，别以为咱俩那什么了，你就肆无忌惮。那什么是什么？你还说？哎，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不过今天还是谢谢你，帮我解决了老板这个大麻烦。不用谢，而且你这么漂亮，我很愿意为你效劳。你今天怪怪的，平时从来没见你笑过，今天像变了个人一样。那你更喜欢哪一个呀？少偏。走，我请你喝杯咖啡。赶紧滚回去，给你1分钟。诗诗，我临时有点事，要先走了。好，快去吧，好好做人，可别让我失望啊。知道了，那改天再陪你。拜拜。这小子今天肯定是吃错药了。大哥，诗诗好漂亮，你眼光果然不错。今天是哪只手搂的计时师？伸出来。我这不是陪他演戏吗？你吃醋了？你要敢打他的主意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你完了，大哥，我可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上心过。我刚刚说的，你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你这角色扮演玩的是哪出啊？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
你们就是同一个人。陪他玩玩，不是很好吗？是很有趣，我得向你学习啊。哥，他怎么还把你当成做那个的了？什么情况？给我讲讲。哎，听说你还被他包养了，你们是不是已经都那啥了？放下！你就告诉我呗。滚滚滚滚滚滚滚！好，没意思。对，哼。你今天让我假扮你男朋友，就是为了气你们老板吗？对啊，他最近在追我。他那么优秀的人，你家祖坟冒青烟了吧？你为什么拒绝他呀？像他这种大人物，我可惹不起。他现在啊就图新鲜，我可没时间陪他好，而且还阴晴不定呢。我还是小命要紧。再就是吧，他这个人呢，特别狂妄自大。哎，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觉得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爱他，像这样的就应该让他孤独终老。你才孤独终老呢！我又没说你，你怎么也阴晴不定的？你放心吧，反正会有人陪你的。谁呀？你吗？那你考不考虑真的做我女朋友？一天向我告白了2次，为了小山，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试着和他交往？如果你好好工作，好好重新做人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放弃江城首富，选择一个男公关，他脑子不是有病吧？肖总好。不用再拖地了。拿着你的调令去新部门报道吧。总裁办特助啊！近期表现得不错，工资涨到2万，转正之后涨到2万5。从今天起。肖总，你刚才是说转正之后工资2万5吗？我没听错吧？好好干，不要摸鱼哦。我最恨上班摸鱼的人，你放心吧。去吧。好。兰兰，你说这个技师师是怎么当上特助的？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应该是你的。就是呀，你都在这干了7年，他靠着勾引肖总踩在你头上，真不要脸。哼，那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耶！诗诗啊，大家晚上举办了欢迎晚宴，一起热闹热闹。欢迎晚宴就不必了吧，我还得早点回家呢。这可是公司传统，不去不合适的。大家一起去嘛，晚上一起。好。哎呦呦！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今晚没时间，
我要去参加欢迎晚宴。我陪你去。把今晚的会议取消。哎，他们3个呢？加班呢？加班？哎，看我们公司多有钱，小员工的欢迎晚会竟然用这么贵的酒。是啊，全都是上等洋酒。诗诗，谢谢你，还有你男朋友这么慷慨。谢我？对啊，诗诗，今天不是你请客吗？我请客。对呀，你的欢迎晚宴当然是你请客了。哼，你不是付不起账单吧？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整我？怎么都傍上肖总了，还这么寒酸啊？傍上肖总，他也配呀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几年前就跟男公关乱搞了。要是肖总知道的话，我估计呀，他连路边的一条狗都不如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可是亲眼所见的。我们干了10年才到这个位置，你一个破烂货，凭什么排到我们头上？对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共49万，多少？姐姐，你的钱不会都花给男公关了吧？连单都付不起了。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关你屁事。我们走，谁点的你们找谁去。想逃单啊？我可是这家酒吧的股东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们想爬都爬不出去。我看今天谁敢动他。你是股东是吧？对呀，所以今天你们不买单是出不去的。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从酒吧的董事会出名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戴着面具，你不会是一个男公关吧？哈哈哈！季诗诗，你勾引肖总不够，还要包养男公关，你一个出来卖的，在这嚣张什么呀？你们2个真是狼狈为奸，下贱货色！你这成天戴个面具的，是怕丢人吧？敢不敢摘下面具，让我们大家伙儿瞧瞧啊？哼！限你1分钟，来酒吧的207房间。王总，今天有2个人想逃单，快把他们抓起来呀！这一个是鸭，一个是出了名的破鞋，这2个贱货想吃霸王餐，都吃到您头上了呢，王总。今日冒昧了，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赶紧把人拖出去，拉入黑名单。你疯了！我可是这家的股东啊，你确定要得罪我？你很快就会收到董事会除名的信息，而你们马上就被肖盛集团辞退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拖出去！走啊！走啊你！走！你别碰我！先生，今日得罪了，记得叫他们把单买了。走吧。狗富贵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王经理会那么听你的话？我曾经帮过他，算是他的恩人，走不走？狗富贵，你喜欢孩子吗？不是，那个现在生的话，会不会太早了？谁问你这个啦？我就是随便一问。喜欢。那我有。啊，我现在回去。那个，我有事儿，先回去了。那就以后再找机会告诉他吧。上！快走，快！肖总，这都11点了，季小姐还没来公司，电话也没接。
给我查，掘地3尺也要给我查出来。是。姐，是你，贱人，本事挺大啊，让你处处占尽了风头。姐姐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和男人玩，那就录下来，让所有男人一次看个够啊！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倒是想看看这 AV 女郎版的你啊，你的那些男人还看不看得上？姐，你快把我放了，你这样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你还想着会有人来救你啊？我在想，会是肖总呢，还是你那只鸭啊？换上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说你这个模样，男人会给你打几分呀？姐，你这个变态！呀，这衣服穿在你身上，你怎么能说我是变态呢？来吧，你们的大美人可是专门求我给她穿的这身衣服的。你不是喜欢鸭吗？他们可都是。今天呀，会好好服侍你的。美人儿，你们给我滚开！哼，美人穿成这样，可真会勾引人呐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救命！滚开！滚开！放开！冷吗？感动我的人，找死！哟，弃尸师那只鸭还真来了。你是肖总？这不可能啊！你可是高高在上的肖总，怎么可能跟那个女人做鸭呀？我都甘愿为他做鸭了，你觉得他是你能得罪得起的人吗？肖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肖总，废了他！是。哥哥，你别，咱。您交代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。我在开口之前，最好快点把自己收拾干净。你以为我愿意穿成这样啊？哼，什么破衣服，真恶心啊！又勾引我，又勾引我！我才没有呢，你有病吧？神经病！肖总，伤害季小姐的人都处理完了。肖总，
您明知道季小姐她不是眼线，为什么还不告诉她您的身份呢？你没看出来吗？他对我毫不上心，却对那个鸭子格外上心。这么快就洗好了？嗯，快继续再洗一遍。我都没嫌弃你脏，你倒嫌弃我了。再说我也没要跟你干啥。要是不听话，一会儿由不得你。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等一下我洗完了，你赶紧送我回家。啊，对了对了，等一下我洗完了，你赶紧送我回家。快去洗吧，我又没想要你。神经病。这么着急回家里，是有男人还是你儿子？不会是又包养了谁吧？说什么呢你？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是不是？也就你敢对我动手动脚，看我干嘛？苟富贵，明天我要请你吃饭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正式？明天你就知道了，而且保证是个惊喜。拜拜。苟富贵，我祝你改邪归正，万岁！哼，唉，苟富贵，今天为你庆祝下，祝你喜得贵子，改邪归正。还是戴着面具好，这样都看不出来你是肖总。你可以到公司去视察，看看你手底下那员工合不合格。我这样的话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凑近点来，我瞧瞧。看不出来，如果不是我知道呀，可能连我都认不出来呢。那就好。喂，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工作呢，还能干嘛？原来这就是你的工作啊，很好。我这次要去英国出差2个月，你可要把自己好好照顾哦。我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，我让周远送你。好。那我走了。OK。哎，你抽什么风啊？我抽风？苟富贵，答应我的事儿你还记得吗？你所谓的找工作就是重操旧业当鸭子，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又在陪富婆。富婆？啊，刚才那个？别狡辩了。我没有。还在狡辩是吧？苟富贵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报案协议终止了，从今之后我跟你一刀两断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那个，这就是个误会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走开！哎，误会，误会！哎。
雨下的挺大的，要不先回去吧？滚开！你能不能听我解释？拿开你的脏手！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我解释清楚。好，一切我来承担。肖总，你也淋雨了？你这是失恋了？其实我……盛寒啊，你的未婚妻雨欣回来了，下个月就给你们办婚礼。其实什么？没什么，等我处理完麻烦，再告诉你。嗯。雨欣呐，越长越标致了啊！伯父，我被你夸的都不好意思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萧家的儿媳妇儿就该像你这样漂亮懂事儿啊！盛寒哥哥，你来了。盛寒，快坐。我和雨欣正在商量你们的婚事。我要结婚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萧氏和叶氏的联姻，那是你祖父定下的，难道你敢取消婚约？哼！以今日萧氏的地位，不需要联姻。哼，妄思！婚姻大事儿由不得你。这婚谁爱结谁结，反正我是不结。哼，雨欣呐，你放心，你注定是萧家的儿媳妇儿啊，我会让她同意的。伯父，您知道的，我从小喜欢盛寒哥哥，除了他，我谁也不嫁。好孩子。出来见见，好吗？我在你小区，想见你。滚！你们2打1不公平！这些都是我爸爸教的，厉害吧？你没有爸爸，你就没有人教。哈，胡说！我有爸爸，他比你们的爸爸都厉害。我可没见过。这就是我爸爸。爸爸，能再帮我一次吗？小朋友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是不是又被其他小朋友欺负了？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你是我爸爸？好。我就是他爸爸。以后不要再欺负我儿子了。我要跟他成为好朋友。再见，叔叔。对嘛，这才是好孩子。去玩吧。爸爸，今天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就住这儿，我妈妈做的饭可好吃了。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？今天不行了，
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谢谢你的邀请。我妈妈说会给我找到爸爸的。我不就是你爸爸吗？爸爸，再见。诗诗，今天公司有个重要会议，有几个合作公司的高层要过来，你仔细对下名单，千万不要出错啊。好的。叶总真的气度不凡啊，很有您父亲的风范。叶总年纪轻轻就接手集团，未来前途无量。叶总跟我们肖总从小就定下了婚约，真是天生一对儿。今天只谈公事。对，今天是来谈合作的，各位前辈就不要拿我俩是开玩笑了。叶氏和萧氏的第一次合作，我又是刚刚上任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关照。你还杵在这干嘛？还不快去发文件？哦，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诗诗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烫伤啊？快去叫医生。萧总，我没事儿。叶小姐，真的很抱歉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啊，玉溪，你没事吧？要不你也去看一下。我没事，盛寒哥哥。怪不得盛寒哥哥不肯娶我。季诗诗，你一个小职员，怎敢跟我抢男人？我们走着瞧。哼！伯父，我都不想活了。盛寒哥哥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盛寒他敢！傻孩子，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伯伯，你都不知道，盛寒哥哥他竟然喜欢上公司一个小职员啊！而且听说这个女人作风很不检点，她还在外面养了一只鸭呢。什么？啊！而且这件事还闹得满城风雨。岂有此理！我绝不允许他娶这样的女人，败坏萧氏名声。萧总，季小姐被萧老太爷带走了。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放开我！季诗诗，你勾引我未婚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是现在这个下场？我勾引萧总，太可笑了！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搞错了吧？盛寒这些年眼里没有任何女人，而你是个例外。你说你们有没有关系？萧家的儿媳妇儿，我只认叶雨欣。你想嫁入萧家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你也别太自恋了吧。你们萧家这个香饽饽，我倒真不稀罕。再说了，我一个要死的人了，对你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啊。还快要死的人了，盛寒不在，你别再装可怜了。给你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永远离开港城。我不可能离开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做完。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了。
这样的女人不配做萧氏的儿媳。反了天！难道你连我也要打吗？没事吧？你想气死我？你说你解除婚约，是不是想娶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？是，我是想娶她，但她一直都是清白的。还在骗我！给我跪下！爸，看在您是我父亲的份上，我恳求你一次，放过季诗诗。你休想！爸，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再敢动她，你就没有我这个儿子。你，嘿呀，我没有想跟叶雨欣争。肖总，你最好还是把我当做一个你公司里的普通员工，这样我更安全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那个当丫的男朋友？你对他念念不忘，对我却这么冷淡。我要死了，而你也不是孩子的父亲，爱你太过奢望。叔叔，走，我邀请你去我家做客。叔叔还在等人。去嘛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啦。好，那叔叔去好朋友家里做做客。叔叔走。叔叔，我们以后成为好哥们儿吧。好啊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好哥们儿了。记得有事随时找我。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个叔叔今天有事，先走了。记得有事随时联系我。知道了。走了。小山，妈咪给你带好吃的了，我的好儿子。妈咪，你知不知道，刚刚有个叔叔特别好，我感觉他就是我爸爸。你个小傻瓜，哪有随便见个人就认爸爸的？小山知道，所以我今天已经跟他成为好朋友了。小山，你可真棒，但是妈妈还是没有给你找到爸爸，对不起，宝贝，是妈妈的错。才不是，我不要爸爸，只要妈咪。您怎么还没回来？拜托了。哎，这孩子是谁家的？嗨，小朋友，你找谁啊？找我的好朋友，叫盛寒。哼，
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一来就找我们这儿最大人物。肖总哪有时间见你这小破孩？去，赶紧离开！你们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就不要挡我路。看他人小，口气这么大，不会真是肖总流落民间的私生子吧？想得美！想做肖总的儿子，简直是祖坟冒青烟。不过看他和肖总长得确实有点像。放心吧，韶涵哥哥这些年都不近女色，怎么可能有儿子呢？赶紧离开！叔叔，上次你来我家做客，礼尚往来，今天我来你这儿。刚才是谁欺负小山的？肖总，对不起，肖总。韶涵哥哥，小山是我的小客人，谁再敢欺负他，就给我滚出教室！知道了，肖总。什么情况啊？小客人，你一个人跑出来，不怕有危险啊？你妈咪呢？季小姐，您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玻璃脏了啊？新来的保洁还没我专业呢。妈咪好像在给我找爸爸。找爸爸？那找到了吗？你可以跟我妈咪结婚，这样你就可以当我爸爸了。你妈咪叫什么名字？妈咪叫……你妈咪叫什么名字？妈咪叫……季小贝。妈咪为什么更喜欢这个名字啊？因为你外婆喜欢叫妈咪季小贝呀。哦，季小贝。季小贝？可是叔叔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是谁啊？等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再告诉你。叔叔先送你回家好不好？不然你妈咪该着急了。走。他盯着这幅画说，他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小呀，你看他睡着了呢。我就这样认识了小王子。我们明天再讲好吗？小山，妈妈问你，你今天是不是去见了你的那个朋友呀？对呀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他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马上要结婚了。妈咪，小山，你以后不能自己出去玩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妈妈陪你以后啊，你去玩去吧。慢点儿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出来见一面。
切，这个狗富贵，重操旧业之后果然有钱了，不要白不要，就当小山以后的生活费了。明明说了只和我在一起，还到处沾花惹草。我死了之后，小山怎么办？太让我失望了。盛寒，今天又是这种奇怪的打扮，还让我来跟你解释。我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姑娘能让你看得上。哎呀，上次如果不是你勾肩搭背的，他也不至于误会。记住啊，我叫苟富贵啊。哦，苟富贵。苟富贵，你要泡富婆，你去别的地方泡，别来我眼皮子底下气我。你要泡富婆，你去别的地方泡，别来我眼皮子底下气我。我是富婆不假，可是我并没有包养她，你别误会。这是我小姨。小姨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从一开始就误会你了。我们家富贵是真的喜欢你，据说第一次还是跟你呢，真是缘分啊！哎，怎么能说这个？既然你们小两口误会也解除了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4年前你是第一次啊？不对呀，你不是出来卖的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之后才自甘堕落的，对吧？4年前我只和你有过，如果要卖的话，也只卖给你了。明天你先说。你先说。明天我想带你去见个人，然后告诉你个秘密。好，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那我们明日老地方见。好。真好，小山终于有爸爸了，可惜我不能陪你们了，不然我们一家3口都可以幸福的在一起。妈咪，你也认识我那个叔叔朋友啊？小山，你说他就是你那天在萧盛集团见到的叔叔吗？对呀。小山，是他吗？你没看错吧？那个人摘了面具，和这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没错，苟富贵就是萧盛寒，这也是我一直的感觉。只要验证他所补出的胎记，就可以完全肯定了。잘 지내란 말이 슬퍼서 벌써 눈물이 그렁 고인다. 눈틈새로 가득 차올라 손으로 가려본다.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 什么情况？临时放我鸽子？ 네가 없으면啊，你知道肖总去哪儿吗？据说从昨天开始，肖总就失踪了。失踪了？失踪了？怎么会失踪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现在整个董事会都一团乱。据说是遭到了绑架。绑架？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哎，肖总找到了吗？还在找。我也要去。季小姐，这种时候了，我想陪在他身边。走吧。目前我们只确认了肖总可能在的方向，目前只确认了北郊。
要尽快找到萧总，否则怕他会有危险。整个江城最偏僻的地方就是城北的北郊民巷，而且面朝大海，信号最差。从你最后一次联系到萧总，到发现他失踪，总共过去了4个小时。爹也请咱们这到北郊民巷的车程相符，所以北郊民巷的可能性最大。好，出发。好。萧胜寒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都是小伤。你们果然是一个人。怎么，失望了？先离开这里。别动！季诗诗，你个扫把星！胜寒哥哥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才一直受伤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救了你，胜寒哥哥。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。疯狗就应该在家待着，别出来乱咬人。季诗诗，别太嚣张。我有3个儿子，谁娶了雨欣，就是萧氏继承人。继承人可以换，儿媳妇不能换。你还觉得胜寒会娶你吗？所以识相点儿，离开我儿子。哼，不要自不量力。哼，给我等着。他肯定不会为了我放弃萧氏吧？而且如果告诉他小山就是他的儿子，等我死后叶雨欣就是小山的后妈，那他一定不会善待小山。还是不能告诉他真相。妈咪，他们是谁呀？哟，姐姐，这是跟谁生的野种啊？哟，姐姐，这是跟谁生的野种啊？我劝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点。哼，你才是野种！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我们是来找诗诗帮忙的。诗诗，我知道你和萧总关系不错，看在咱们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帮我跟萧总说说好话，让他把丽江那个项目给我吧。哎呀，诗诗，萧胜寒现在停了一切和我们公司的商业合作，现在整个江城商界都见风使舵，谁也不敢和我们合作，公司眼看就要完了呀！你的事情和我无关，我们走。诗诗，放开我妈咪！只要你帮我这次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至于这个孩子，我不管这是你和谁的孩子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的，好吗？你做梦！小山，我们走。王旭晨，你个渣男！你以为你有了野种，萧胜寒还会要你吗？那个野种不会是萧胜寒的儿子吧？旭晨，我们公司真的要垮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敢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得罪萧胜寒？你这个贱人！王旭晨，你这能怪我吗？还不是你自己没有萧胜寒有本事！现在嫌弃我没本事了？当初你处心积虑勾引我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小三的女儿？你连季诗诗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王旭晨，你个蠢货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我看得上你，我就是气不过季诗诗那个贱人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
哼，依我看，季诗诗身边那个孩子就是萧胜寒的种。如果我们抓到了萧胜寒的女人和孩子，到时候我们要什么，他就得给什么。还有，一箭双雕。你是谁？给我一笔钱，帮我离开江城，我帮你除掉季诗诗。给我一笔钱，帮我离开江城，我帮你除掉季诗诗。哼，你觉得他现在还能对我造成什么威胁吗？萧老爷子说了，他这几个儿子当中，谁娶了我，谁就是萧氏的继承人。你觉得萧胜寒会为了那个贱人放弃我吗？哼，现在也许不会，可等他知道季诗诗为他生下了孩子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哼。这衣服真好看。小山，别怕啊，妈妈在呢。你个坏人，快放了我和我妈咪，不然我让警察叔叔来抓你。王旭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好歹我们曾经也在一起过吧？你和萧胜寒你侬我侬的，我可是伤心了好久了。王旭晨，我劝你赶紧放了我，不然萧胜寒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生了萧胜寒的种，马上就要过上豪门太太的优渥生活了。可我呢？我的一切都被你们毁了。你说这笔账，我该怎么跟你算啊？王旭晨，你就是个疯子。那就看看嘛，看看萧胜寒会不会来救你们。我已经通知萧胜寒了，30分钟内他要是不到，老子就撕票。你敢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到临死之前能不能父子相认啊！王旭晨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们一家3口死。我想让你们一家3口都死在这儿。王旭晨，萧胜寒，你来得很准时啊！叔叔，快救救我和妈咪！王旭晨，别拿一个女人和孩子撒气，有本事放了他们。萧胜寒，还不知道的吗？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种。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，这个孩子还是这个女人，只能活一个，只有3分钟哦，快选吧！选呢，不然一个都活不了。选孩子是小山。选我？你说什么？选我？好啊，过来，你过来！不要！你杀了我，放了他们！过来，我跟你走。萧胜寒，萧胜寒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什么时候醒过来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谢谢。
小盛寒，你赶紧好起来吧，儿子还等着你照顾呢。你醒了？他真的是我的儿子吗？他真的是我的爸爸吗？萧氏继承人和那个女的，你选哪个？萧氏继承人和那个女的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都要。有我在，由不得你。老爷，少爷已经暗地里收购了很多份股份啊，现在已经持股53%，成为实际的控股人了。我会给您安排到萧林别院颐养天年。至于萧氏，您就不必再操心了。盛寒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！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我当时只是想教训一下季氏氏母子，并没有让王旭晨伤害你。盛寒哥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的女人你也敢碰？你就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！盛寒哥哥。温蒂也被风筝东摇西晃的带回了家。爹爹，小山乖啊，先去一边玩，我和妈妈有事要聊。诗诗，我们明天去领证吧。盛寒，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我得了绝症。绝症？是的，我恐怕快不行了。我当初之所以找到你，就是为了给小神找一个亲人，他只有你这么一个素未谋面的父亲了。可是我找到你，发现你竟然是一只鸭，所以我就想拯救你，最后发现你竟然是萧总，所以我以后只能把小山托付给你了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。我不相信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没关系的，以后我死了，还有小山陪你。那最后再给我一次吧。너는 내 안에서 같이 사나봐. 하루 종일 나만 따라다니지. 꿈을 꾸다 보면 어느새 꿈에 아무 말 없이 웃음만 내게 너무나
唉，真没想到我年纪轻轻的就要英年早逝。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啊，太好了，原来是误诊啊！小傻瓜，不对啊，肖胜寒，你骗我，你撒谎骗我陪你睡觉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哼。我老婆真漂亮。我刚化好的妆都要被你气花了。这么凶，我已经预见下半辈子的生活了。怎么后悔啦？没有啊，你可是我辛辛苦苦装牙求来的，我把你供起来还来不及呢。你怎么变得这么油嘴滑舌了？爸比妈咪，小山。